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摄影艺术创作的有关的内容。今天我们来继续讲拍摄角度，我们来讲一讲拍摄角度的第3个大的方面，讲讲拍摄距离。拍摄距离呢，对摄影创作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它带来了画面的取景范围大小的变化。大家都知道，拍摄距离远，画面的取景范围就大；拍摄距离近，画面的取景范围就小。由此呢，产生了一个对摄影创作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景别的概念。那么景别呢，我们通常可以把它分成5种第一种叫做远景景别，第2种全景景别，第3种中景景别，第4种近景景别，第5种特写景别最常见的我们把它分成这样五种基本的景别。那么当然呢，在具体的运用当中，我们还可以把景别呢分得更细我们可以分出来大远景远景分出来大全景、全景、小全景然后中景中近景、近景特写，当然还有大特写当然我们可以把它分得这么更细更细，但是基本的划分我们还是按远、全、中、近、特5种来讲。那么景别的这个界定人们会经常的会借助于这个参照成年人的人体来做这个界定。在一个画面当中如果有人存在在画面当中，人在里边占的面积比较小，画面是以表现周围的比较大的这样的空间环境为主的，那这样的景别呢，我们通常就叫它叫远景景别。那么所谓的全景景别一般是指包含人体的全身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图例这就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标准的这样一个全景景别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上不卡头，下不切角画面比较饱满的拍摄这样的人物的这样一个全景画面。那么全景下面呢是中景中景景别我们可以看到一般是指人的膝部以上膝部以上取这个范围内属于一个正常的中景景别。那么当然呢，这个主要是指人在站姿的时候如果人是坐姿的话，它的中景呢，我们往往会取它的腰部以上会取这个人的腰部以上来做它的中景。那么中景后面呢是近景近景景别一般是指包括人的胸部以上，这是拍人。那么如果拍摄的是其他物体的话呢，我们说近景景别是只包括事物的主要部分只包括事物的主要部分。那么近景在下面呢是特写特写呢我们一般是指包含人的肩部以上由此大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景别的划分远、全、中、近、特大体上是这样一个景别的划分的这种状况。那么改变画面景别的方法主要是这样2种方法。那么第一种方法就是改变摄影机、照相机到被摄对象的实际的物理的空间距离我把摄影机挪得离被摄对象近一些，景别就变小；把摄影机离得它被摄对象的远一些，景别就会变大这是一种方法。那么第2种方法呢，就是在摄影机不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改变镜头焦距来改变画面的景别我们可以在远距离用长焦距镜头来拍被摄对象，也可以在近距离用广角镜头来拍被摄对象。那么这2种方法，我们拍摄的被摄主体它的成像面积大小可以是一样的，但是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尽管这2种拍摄方法所获得的被摄主体的成像面积大小是一样的，但是这2种画面严格来讲它的视觉效果是不完全一样的。那么2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空间透视的效果一般来讲广角镜头拍的空间透视感会比较强，长焦镜头拍的呢这种透视感呢会比较弱这是我们说的改变画面景别的2种主要的方法那么在电视的拍摄当中，因为摄像机上主要装的都是变焦距镜头，所以我们会见到很多摄影师他会经常的不变机位而通过变焦距的方法改变画面的这种景别
而在电影的拍摄当中，大家可能更为常用的就是什么呢？用定焦镜头啊，然后我们要想改变画面景别，很多时候是要实际的改变摄影机位的。那么景别部分我们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点，大家要知道景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那么大家呢在实践运用当中，不要把景别呢给绝对化判断一个画面的景别大小是什么景别的画面，一方面取决于它的曲径范围大小，另外一方面还要看它所处的影视的段落。如果它是影视的画面的话，还要看它所处的影视的段落那么第二一点，在远全、中近特5种画面景别当中，大家要格外的注意远景和特写这2种景别。这2种景别呢常常被人们称作叫两极景别、两极镜头这2种景别在实际运用当中所拍摄的画面，往往具有比较强烈的这种心理的因素。他们所拍摄的镜头也经常被人们称作叫心理镜头不可滥用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有目的。那么第3个方面景别在实际运用当中一定要准景别在这个视听语言当中，它就仿佛是词汇一样景别不准，就相当于我们说话用语词汇不准当然呢，我们这里说的这个景别的准呢，包括2个方面一方面指的是景别的取景范围要准中景到哪里近景到哪里全景在哪里不要拍半调的这样的景别。那么另外一个准指的什么呢？我们在特定的时间应该给出最恰当的景别应该给特写的时候，我们不能给了全景所以这个还有一个准，还有这层的这样的含义在里边。那么最后一点，我们说景别部分需要注意的问题不同的景别在影视摄影当中拍摄的镜头组接到一块儿，它才会形成这种视觉语言那么景别的这种交替也会形成语言的这种视觉语言的这种节奏感景别由大逐渐到小，我们会感觉视觉的语言的节奏在逐渐加快景别由小到慢慢变大，那么视觉语言的节奏呢在慢慢变慢所以这个景别除了跟单幅的画面拍摄有关之外，它和影视的创作是紧密相关的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概念。除了摄影要讲在未来的这个影视的剪辑课上景别依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部分。那么为了给大家体验一下我们说这个在影视作品当中，这个景别交替可以形成视觉语言。我们下面给大家看一个由我来指导的前几年我们拍摄的一个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的宣传片的一个片段那么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是如何通过一些不同景别的画面的组接来形成我们的一种视觉语言的表达。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啊。这一部分呢，我们主要给大家讲的是景别啊。景别的概念主要是跟拍摄距离紧密相关，带来的画面取景范围的大小。那么景别呢，通常可以分成5种：远、全、中、近、特啊。那么景别无论对摄影还是对未来的影视编辑都是比较重要的这样一个概念啊。大家需要知道，景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啊，大家要特别注意啊2级景别的这样的运用。那么在实践当中，景别的运用一定要准啊。那么还有一点，不同景别的镜头组接起来，会形成不同的这样的视觉的语言，在影视摄影当中，在影视的剪辑当中，都会被广泛的运用。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